我一直很喜欢爬山，总觉得在山里能找到一种平静与自由，远离都市的喧嚣，摆脱那些令人窒息的生活压力。所以，当阿杰提出这次的登山计划时，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这次的目标是黑森山，一座人迹罕至的山脉。它的位置偏僻，没有标准的登山路线。据说森林里布满着蜿蜒曲折的小径，曾经有不少人因为迷路失踪。这样的挑战对我来说反倒充满吸引力。危险意味着未知，而未知是我所追求的。当我们到达山脚时，天还没有亮。阿杰说越早上山越好，这样我们能赶在下午前到达山顶，欣赏到最美的景色。我背着背包，打开头灯，跟着阿杰踏上那条被树木遮蔽的小径。四周的树木高耸，枝叶交织在一起，像是一张巨大的网，将天空与我们隔绝。这片森林的树木都特别茂密，听说有些树的年龄比我们祖宗还老。阿杰边走边说，语气中透着兴奋。我点点头，没再说话，心里总有一丝不安。或许是因为这里的环境实在太过阴森，脚步声在湿滑的泥土和落叶上发出细碎的声响，仿佛什么东西正潜伏在暗处，默默注视着我们。我摇了摇头，试图驱散这种莫名的感觉，告诉自己这只是我的幻觉。越往山里走，雾气便越发浓重，像是有什么力量在将我们引向更深处。我们的视线逐渐变得模糊，能见度开始下降。阿杰在前头走得飞快，我不得不加快步伐跟上他。你不觉得这雾有点不对劲吗？我忍不住问道。雾气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山里常有这种情况。阿杰一笑，继续向前走。我不太确定，但心中的不安正在逐渐放大。我总觉得这雾不单纯，似乎有什么东西藏在其中，让人无法看清它的真面目。我再次打量四周，这时隐约听到一阵异样的声音，像是树枝被折断，或是脚步踩在前叶上。我停下脚步，仔细聆听。你听见什么了吗？我压低声音向阿杰询问。莫呀，你太紧张了。阿杰依旧莫放在心上，可是那声音似乎越来越清晰，而且离我们越来越近。我转过头看向我们身后，雾气中什么也看不见，但那种不祥的感觉却越来越强烈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慢慢靠近。我们得快点，我不安地催促。阿杰回头看了我一眼，似乎也感觉到了些什么，终于加快了步伐。接下来的路程，我们几乎是一路疾行。雾气变得更加浓重，湿冷的空气让人感到压抑，每走一步，胸口的沉闷感便更加明显。我不知道这种不安从何而来，但它如影随形，令我无法忽视。这条路不太对劲。阿杰突然停下脚步，皱起眉头。我望向他，发现他似乎有些迷惑不解。他拿出地图，低头仔细研究。我走过去一看，心里一沉。我们本应该沿着一条较为平坦的山径上山，但不知何时路径变得愈发陡峭，而且地图上的标记似乎不再吻合我们所处的位置。我们走错了吗？我问道，心里浮现出一丝恐惧。阿杰摆了摆手，努力保持镇定。应该只是岔路口搞错了，我们再往前走走看，应该能找到正确的路。他说得轻描淡写，但我能感觉到他的语气中也有些不安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都决定继续前行，因为返回也许会更危险。随着我们越来越深入森林，周围的环境变得更加诡异。树木似乎变得扭曲，枝干伸展得不自然，像是向我们伸出无数双手。我开始感到一股莫名的寒意从背脊爬上来。我们走进一片密林，这里的光线几乎完全被树冠遮住，只能依靠头灯照明。我低头避开一根垂下的树枝，这时我的余光突然捕捉到什么东西在不远处闪了一下。等一下，我急忙停下脚步，眼睛紧紧盯着那个方向。怎么了？阿杰转过头来看着我。我刚刚看到。我皱起眉头，话说到一半又停了下来。我确定刚才在雾中有什么东西快速闪过，但当我再次集中注意力时，那里却什么也没有。阿杰疑惑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又继续往前走。你肯定是看错了。走吧，快到山顶了。我紧紧跟在他后面，心里的不安依旧无法消散。随着我们继续前行，那种被什么东西盯住的感觉越来越强烈。我频繁回头张望，
但每次都什么也看不见，只有那浓重的雾气和扭曲的树影。又走了不久，突然一阵阴风袭来，带着一股浓烈的腐臭味。我下意识地捂住口鼻，胃里一阵翻滚。这味道是什么？我强忍着作呕的冲动，低声问道。阿杰也皱起了眉头，他显然也闻到了那股恶臭，不知道，也许是某些动物的尸体。他的话音刚落，前方的灌木丛突然发出一阵细微的沙沙声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草丛中快速穿过。我本能地后退了一步，紧张地注视着那片草丛。虽然什么都看不见，但我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就在我们附近。走，快走！我几乎是喊出来的。阿杰显然也感觉到了异样，他立刻转身，带着我快速向前跑。我们一边跑，四周的雾气似乎变得更加浓稠，像是有无数隐形的手在抚摸着我们的皮肤。那是什么？阿杰突然惊叫一声，指向前方。我抬头看去，眼前的一幕让我顿时浑身僵硬。就在我们前方不远处，有一个模糊的身影，它的轮廓极其不自然，像是人形，但四肢过于细长，动作诡异而扭曲。他站在雾中，静静地看着我们，像是在等待着什么。我感到一股难以抑制的恐惧瞬间蔓延全身，冷汗从额头滑下。我想动，但双腿却像灌了铅一样无法动弹。那身影突然开始移动，速度极快，几乎是在瞬间就向我们扑来。我发出一声惊叫，拼命转身狂奔，耳边是阿杰急促的呼吸声和踩在枯叶上的脚步声。我们疯狂地跑着，不顾一切地向前冲，希望能甩开那诡异的东西。时间似乎变得扭曲，我不知道我们跑了多久，只觉得每一秒都像是一个世纪。身后那东西的声音似乎逐渐消失，我的心跳仍旧飞快，双腿也像是失去了知觉。最终，我们来到了一个相对开阔的地带，雾气稍稍变淡了一些。我大口喘着气，喉咙像是火烧般灼痛，整个身体都在发抖。阿杰跌坐在地上，脸色惨白，眼中满是惊恐。我从未见过他如此失态，他一向是个冷静自信的人，但现在我能看出他已经接近崩溃。那到底是什么？我艰难地开口，声音微微颤抖。阿杰摇了摇头，像是完全失去了语言的能力。他指着前方，眼神中充满了绝望。我顺着他的手指看去，只见前方的雾气中，模糊的树影中，刚才那个诡异的身影再次出现了，而且这一次他似乎不止一个。我感到一股无边无际的恐惧笼罩了我，那种感觉比任何恐怖电影、鬼故事都更加真实和可怕。这片森林中似乎有着我们无法理解的东西，它们不属于这个世界。我们得离开这里，我嘶哑地说，双腿却像是被钉在了原地。我们站在那儿，脚底像是生了根，无法动弹。阿杰的脸色惨白，额头上沁满冷汗，双眼直勾勾地盯着那隐藏在雾中的身影。我则感到胸口的压迫感愈来愈降，像是有一股无形的手正紧紧掐住我的喉咙。那些诡异的影子越来越清晰，尽管它们的轮廓依旧模糊，但我可以感受到它们正向我们逼近。它们的四肢细长而扭曲，身体彷佛在雾中斑驳地不断变形。每走一步，地面上的树叶和枯枝便被踩得发出细碎的声响，那声音像是某种难以名状的低语在耳边萦绕。我们得逃！我终于找到了一丝力气，猛地拉住阿杰的手臂。但就在我们准备转身逃跑的瞬间，雾气突然变得更加浓密，四周的能见度几乎降到了0。我们像是被困在一个巨大的永无出口的迷宫里，无论朝哪个方向跑去，四周的景象看起来都一模一样，扭曲的树木，浓厚的雾气，以及那些隐约可见的诡异影子。该死的，我们根本就逃不出去！阿杰绝望地吼道，声音里带着几乎崩溃的恐惧。他突然停下脚步，四下张望，似乎在寻找什么出路。可是我知道，这片森林不会给我们任何逃生的机会。无论我们跑得多快，那些影子依旧紧紧追随，像是猎食的猛兽，永远不会停止他们的追逐。这不是普通的森林，我喘着气，心中已经隐隐猜到了些什么。这里的每一棵树，每一片雾，都像是活的，他们在玩弄我们。阿杰没有回应，只是眼神茫然地望向远方。他似乎已经放弃了挣扎，而我知道，这样下去，我们很快会淹没在这片诡异的森林里，再也无法
回到现实世界。正当我以为我们注定难逃一死的时候，我突然听到了另外一种声音，不是那种诡异的沙沙声，而是一阵水流声。它细微而清晰，从我们左侧传来。水声，有水！我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立刻拽住阿杰的手臂。那里有溪流，跟我来。阿杰的眼神稍微恢复了一丝生气，他紧紧跟着我，向着水声的方向冲去。我们拨开树枝，踩着湿滑的地面，一路狂奔。雾气依旧浓厚，那些诡异的影子仍在我们身后徘徊，但我坚信，只要我们找到水源，也许就能找到一条逃生的路。几分钟后，我们终于看到了那条溪流，水流从岩石间潺潺流过，像是大自然中唯一不受这片诡异力量影响的东西。我们沿着溪流继续奔跑，几乎耗尽了所有的体力，但求生的本能让我们无法停下脚步。突然，我们跑到了溪流的尽头，面前是一个巨大的瀑布，水流从高处急速倾泻而下，形成了厚重的水雾，掩盖了我们的视线。该死，这是死路吗？阿杰绝望地看着那道瀑布，喘着粗气。我也愣住了。这一刻，我们已经无路可走，身后的那些影子正在逼近，我们几乎能感觉到他们的呼吸。雾气越来越浓，那些诡异的东西随时可能扑过来。我看向阿杰，他的眼中充满了无助，而我的内心却突然变得异常冷静。跳下去，我下了决定。阿杰惊愕地看着我，显然没想到我会提出这样的主意。你疯了，这样我们会摔死的。不跳的话，我们死得更快。我毫不犹豫地回应，抓住他的手臂。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。阿杰犹豫了1秒钟，随后紧咬牙关，点了点头。我们互相拉着对方走向瀑布的边缘，毫不犹豫地一同跳了下去。冷水瞬间包裹住我的身体，瀑布的力量强大的几乎要将我撕裂。我感觉到自己在水中翻滚，耳边全是水流的轰鸣声，仿佛世界都变得模糊起来。随着水流，我不断向下沉，四肢被冰冷的水流冲刷，意识也在逐渐模糊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终于被水流冲到了河岸。我狼狈地趴在泥泞的地面上，大口大口地喘息，肺里的空气让我彷佛重生。我转过头，看到阿杰也同样被冲上了岸，他正惊魂未定地咳嗽着，却还是活着。四周的雾气不再浓厚，原本诡异的影子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天色开始微微亮起，森林似乎回到了它原本的模样，安静而宁静。我们2个人精疲力竭地躺在河边，脑袋一片空白。我们活下来了，阿杰的声音虚弱，带着不可置信。好像是吧，我低声回应，依旧不敢相信我们竟然逃过了那些东西的追捕。但即便如此，我们也都知道，这片森林里隐藏着某种我们无法理解的力量。那些影子，那些诡异的生物，它们依旧存在着，只是不再追逐我们而已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放过了我们，也不知道这座山究竟藏着什么秘密。唯一确定的是，我们永远不会再回到这里。这次的经历将成为我生命中最黑暗的记忆。喜欢这则故事的话，记得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每晚间的恐怖小故事哦。